我是2018年6月份本科毕业，然后第二年就19年的4月份过来读的研究生，然后读了1年嘛，然后第二年就2020年的4月上的这个修士就是 master，然后今年毕业的。第一次是18年的年初的时候，当时学校有一个那个交换项目，大概10天，到一个学校里面，类似于一种学术夏令营吧，冬令营哈，这样的一个契机，它相当于是一个交流合作的项目。所以当时我就已经决定说，硕士在这边读，所以说可以提前过来稍微适应一下到底怎么样什么样子。语言学校的话，因为自己之前也有一些了解，就是说，跟学习语言本身相比的话，它更像是一个给你一个签证这样的一个形式。日语的话，最开始就是看这个日剧，对这个玩意儿有兴趣，完了看着看着觉得有点意思，就是最开始其实作为一个项目实践的方式，然后学了点，学了之后呢，觉得既然开始学了，咱们就考个证得了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自个儿看书，然后网上的一些视频这么学的，来了能不能用就反正就这么说，然后人家觉得不对，或者自己觉得想说这个东西说不出来的时候，再看书，然后再看别人日本人怎么说话，就模仿他们学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当然，到现在为止，其实很多日语这方面啊，很多很基础的问题，有时候也会犯错，因为确实没有系统学过。反正就这么说了，对方也能懂，大概就这种感觉。正式开始，刚接触的是我大二的上学期吧，稍微看了一下，就是把那个50音给背了一下，就日本的这个表记符号。正式开始学的时候，是我大二结束，大三刚开始的时候。那时候刚开始学，然后当时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是7月份吧，7、8月份开始，到第二年的7月份，就把这个 N2就是日语能力考试，大概就擦线通过了，大概这样的过程。在国内学的这个地质工程，就是其实有点跟那个土木比较相近，类似的。对，这边学的是土木工程。因为具体像国内那么细的专业，其实在日本就是没有，就是它不是一一对应的。在这边的话，相对而言就是这个土木里面的岩土方向和国内比较相近。标准的这个时长是2年，就是一般而言哈。但是，一般外国人过来的话，就一般而言还是会读日本所谓的研究生制度，就是这个 research student，就是说，在你正式入学这个 master 课程之前，你就需要一个时间作为缓冲，比如说语言也好，还有是就是日本课程跟国内课程的有这个 gap，就是差距在这儿，需要有时间去磨平，然后熟悉实验室的运作也好，做的实验的方法也好，所以我个人的话是读了1年时间，然后总的是3年，一般是，这个 research student 的话可以读半年或者1年，大概这样。现在的话我在一家规模比较中等的这个建筑公司，做这个土木职，土木职，因为日本这个建筑公司有事务职、建筑职和土木职，这个点和国内就不太一样。国内的话，哪怕中建、中铁这样的公司的话，会把这个土木和建筑合在一起，但在日本的话它是分开的，所以我是做这个土木专门的。将来的话，应该是做这个内勤的工作，就是一些设计方面的工作。如果从这个硬性的指标上看的话，肯定是没有国内内，因为它这边比如说节假日也好，然后每天的这个工时也好，都是规定的非常死的，就是说一定就是说该休几天假一定会休几天假，然后加班是一定有加班工资，这个是规定的比较明确。但是一是可能语言方面多少和日本人肯定是有些障碍，因为我在这个传统的日企嘛。然后第二就是这些组织的文化，可能日本人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，中国人觉得就是有点不适应，
那刨除这些之外的话，我觉得相对来讲跟国内比还是不太累的。日本公司啊，他会真的把你当做一个长期在他们公司工作的一个员工来培养你，就是他在员工前期培养上面花的这个精力会非常大。像国内的话，我的印象当中哈，土木行业的话，大概会给你培训，就是一两个星期、半个月这样时间段，然后就把你马上安排到这个项目上面去。但日本人的话呢，像我们土木职，我们公司大概是要培训将近1年的时间，就是把整个公司的情况，从理论到实践，从内勤到现场，各种东西都给你都让你接触一遍，然后到时候再去跟你安排去的工作，就是他这边的管理模式其实比较现代化。国内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点粗放的状态在里边，就是当然这些也是没有什么数据证明啊，就是说国内的话有一点大量招人，然后招来的人大量辞职，这样的一个，然后再大量招人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，就没想着就把你长期培养你，有这样的一个趋势。日本的话就是，当日本人的话大多数就是我进这个公司，我就需要在这个公司干一辈子，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觉悟进来的。竞争机会的话，像现在因为也有一些改革嘛，在比较低层次的，就是这个日本叫 Kariya shoku，就是说员工层还有中间层这上面是经营管理层。那么在员工这一层的话呢，晋升全部都是标准化评分，就是你这年的话，就是你在哪个现场或者在哪个内勤的部署，然后上司都给你一些项目评分，然后按照这个分值来进行晋升。日本很小的事儿都可以辨认是犯罪，但是很大的事儿呢，倒也没那么大处罚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，你要是日本所谓的这个轻犯罪法，轻犯罪法就是很小的事儿，比如说你随便拿你的垃圾捡别人钱包不还，都要轻犯罪，都是可以处分你的。骂人这种事情其实是在日本社会是个蛮严重的事情，以至于其实这个人的这个底线其实是这样变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当骂人成了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的时候，那把稍微话说重了，都很难让人接受了，懂我意思吧？就人的底线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，就是哪怕是这时候，就哪怕上司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工作做的不行啊，但是这句话，很多人都受不了。是。那肢体冲突是更加不可能，肢体冲突是不可能的，不可以，这绝对是不可能。骂人是也不可能，说这话说狠了都不行，就这样。总之就是大街上碰到个人嘛，那大街上碰到个人骂你，然后他丢了，那咱也没办法，对吧？如果是你的同事，不骂你的话，那第一时间就报告你的上司，就这样的事情。然后在学校，呀，这个怎么回事呀？开始，那这事肯定是大家，因为日本是一个关系网很强的社会，这事一说，大家都知道了呀，这怎么这个样子啊？开始这个社会压力就来了。然后以后查重要的工作，哎呀，这人对吧，行不行啊？对，然后各种东西，对，只是骂人就不敢轻易的这样去做。老师也好，学校也好，各种都是这样子，因为人是不会生活在真空当中。你虽然说你没有到一个犯罪的程度，但是周围的人对你的态度，就是日本政府近年的推出一个叫《哈拉斯曼多防治法》，这样的法律就是禁止这个公司内部就是对员工包括性骚扰，包括这个权力的欺压，利用自己的职权对这个员工施加这个精神伤害，包括辱骂也好，这种孤立也好，都是不允许的。如果这东西一旦被查出来，就是被举报或者查出来，或者说向社会公布之后的话，这对公司的名誉是会有很大损害。
比如说你这个公司是上市公司的话，你这个股票价格就会往下掉，然后你的这个跟你做生意的这些商业伙伴的话呢，也会相关的考虑。所以这样对公司而言其实是很大的这个负面伤害。所以说大公司的话，对策其实是非常多，但是一些小公司的话，其实是我感觉还是有小作坊的话还是有。比如说之前我有朋友去买车，他买车呢就是去这个打电话嘛，问这多少钱，对吧？打电话，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，这对面是电话没挂还是怎样啊？就那个老板就开始骂一个学徒，结果那个哥们就吓死了，直接这干嘛呀？他骂人，好像电话没有挂，忘记了。就这事在一些小作坊里头还是应该存在的。我觉得这点应该没错，因为日本的话，它非常重视这些前期的工作准备也好，然后这个各种所谓文件，就是说每一个部分该怎么做都有固定的流程，大家全部按照这个流程做。其实大家也没有说特别的聪明或者怎么样，大家只是按部就班的做而已。其实建筑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样，它并不是什么特别需要天分的事情，大家只要踏踏实实，把这个纸面上的东西全部落实了，这东西就坏不了。这方面的话，一是他们的标准会比较高，因为日本的话，是地震比较多的国家嘛，然后它这个从设计结构还有这个材料来看的话呢，其实，都比较严格。但是国内的话，一方面就是说，很多地方的它其实没有那么多地震。因为这个标准越高的话，成本肯定越高，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，所以说，当然我没有在国内工作过啊，但是如果国内的东西纸面上的东西都能落实的话，我想跟日本应该不会差太多。我们单位的话，外国人大概是比例在1%，所有1%包括1%，中国人的话，应该2只手能数得过来。全公司大概有2、3千人吧，这样的一个规模。因为土木建筑行业在日本还是非常传统的行业，所以主要以日本人为主。这边中国人的话，主要还是从事 IT 比较多。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是打算着在这边工作，就是来留学的时候打算在这边工作。回国工作的话，因为像国内土木行业，其实年轻人的这个职业发展其实并不太友好。然后但是日本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土木建筑行业的话呢，工作比较辛苦，相对而言但是日本的话，它各方面落实还是落实工作做得比较好，相对工作环境比国内要好一些。如果回国的话，那肯定是不会选择土木这个行业。总体来那是这边工资要高一些，而且这边的话，它因为日本企业还讲究一个这个年功序列制，就是你的工资是一直往上涨的，虽然缓慢，但是一直往上涨，就是年纪越大，的工资就越高，所以相比较年纪轻，工资就没那么高了。但哪怕在属于这个工资没这么高的阶段的话，跟国内比还是，当绝对数额肯定比国内要高一些。在日本的话呢，它的这个行政单位基本分为2层，第一层是这个都道府县，下面一层就是这个自治体、基层自治体、市区、町村。那么这些的话，他们规模其实不大，像一个自治体的话，大概就是几万人到几十万人这样的规模。然后这里面的话，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公民服务机构，比如一个自治体，要分为很多这个区域，类似于中国的学区，这个小学就是管这个区，这个小学的这个区，在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区域的话，他们有所谓的厅内自治会。那么这些人，这些职员，他们就可以跟市民提供非常多服务。这个概念在中国好像还没有普及下来，类似于这种街道服务这种感觉，服务型的街道，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们。比如说日本租房子的话，在你搬家的时候，会有一笔叫做清扫费，这房子脏了，
这个房东会说找搬家公司跟你清理，这样交笔清养费。如果这个清养费很高的话，很多人就觉得这有点不好，对吧？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你可以找政府谈，说我碰到这个事情了。其实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政府谈。比如说你是外国人，你在工作上就是说觉得这个职场对外国人有歧视，你可以找他。比如说你这个停车位跟别人起这个问题，比如说你跟邻居晚上很吵，你可以找他。就什么事情都会找他，都可以有个结构了。对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找这个政府跟他谈。比如说你这个法律上比如说一个小的这个自治体哈，它有这个每周相当于有这个律师在常驻，像无偿提供法律服务。比如说这个行政疏失，比如说你有什么行政上的材料不知道怎么做，比如说你要更新你的这个在留资格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你可以问他，他会给你支持，这都是免费的。当然也不是免费的，就是说这来自于税收。就是说，而且它这个税收的话，怎么讲呢？我觉得是比较公开透明，就取之于民用这个。而且他们自治体的规模很小，好就可以真的服务到每一个人。它不会像很大的自治体那样，你管不过来，你想不到的事情，大概是这样。在日本毕业的学生，签证可以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选择这个技能人文国际，这个是所谓的工作签证，这是普通的工作签证。但我选的是那个所谓的日本这个高度人才签证。就这个签证的话呢，它是积分制的，就是说你的本科毕业的学校、你的日语水平、你的年龄、你的收入各方面进行打分，我在多少分以上就会拿到这个签证。这个签证的比较主要的好处就是说，可以比较容易取得这个日本的永住权，就是所谓的绿卡。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？就是如果你的分数在那个有打分的表，如果是在70分以上的话呢，你就需要3年；如果是80分以上的话，就需要1年。1年就可以。然后我现在是刚好80分，就是我明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出这个永住的申请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。但这个东西，据已经毕业学长或者工作几年的朋友们讲呢，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也没什么用，反正就大家有绿卡又如何呢？大概这种感觉，也不会加工资，也不会怎么样。他这边的绿卡的话，永居的话是这样子的，就是7年一更新，7年一更新，所以说你到那个节点你要回到日本来。然后还需要长期在日本一直要有一个住所，才能保持你这个签证。就是绿卡其实也是签证的一种嘛，对吧？更换国籍其实跟永居没有什么关系，哪怕你就拿着一般的这个工作签证的话，是连续纳税5年可以申请这个国籍，暂时没有那样的想法，因为在这边永居和国籍的区别其实就只有2个，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个政治权利，可不可以就是投票选举议员，第2个就是说你日本的护照的话，它旅游什么的会比较方便，因为免签的国家比较多，就是区别和国内护照的区别就只有这2个，其他的在日本购置房产也好，贷款也好，然后教育医疗什么的都是一样的。歧视是没有的，这个可以说没有，除非你工作上面确实出现了问题，那会说你。但是仅仅是因为你是外国人，就会怎么样你，这个在日本职场应该是不会出现的。当然这只能说是我身边的情况，就是在一定规模的公司的话会这样。你说一些小公司或者说那就不太清楚。